祖母，祖父他留了话。说。祖父说他想葬在宿州。宿州那边有位于氏，祖父说想与他同葬。他50年病榻缠绵，是谁端汤送药？他临终咽气，是谁守在床前？如今眼一闭，腿一断，倒想起于氏了。祖父也只是可怜他，那于氏在宿州等了他一辈子。他等了一辈子，我便没有等吗？他留了什么话？祖父说，此事生已许卿，死可许他，还望珍重珍重。回来了。顾卿，朕欲为你赐婚。臣遵旨。前世他明明拒绝了赐婚，为何？臣已有心悦之人，不敢辜负圣恩，还请陛下收回成命。他也重生了。顾荣生，你说清楚，你今天那是什么意思？皇令难违，实属无奈。皇命难违。顾荣生，你知不知道，失了你这桩婚约，样样就得进宫选秀。样样若被他选上，你顾荣生一辈子能睡得着觉吗？沈兄勿忧，样样与我婚约不变。于小姐心地善良，我会同她说此事，她不会为难。不变，这什么意思？样样嫁我，名分上，于小姐为正妻，样样以平妻入门，情分不变，只是名分上略作安排。你是说要我做你的平妻？是。我明白了。是我瞎了眼，竟以为顾荣生是个好的。样样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这脸色……兄长，我知道你担心什么，不用担心。50年换来生已许卿，死可许他。这一世，我绝不重蹈覆辙。这个呆子看哪里呢？那时我才知，那是国公府小姐余音。一方帕子保存了50年，想来原主人爱惜的厉害。祖母，您不知道，当年祖父在宿州遭人诬陷下狱，是于姨孤身一人将他救出来的。于姨在大雪天里用自己的身子在雪地里凉透，回来抱着祖父给他降温。祖父病好了，于姨却一病不起。于姨为祖父终生未嫁，留守宿州，痴等了一辈子。于姨这样的情谊，谁能不动容呢？是祖父辜负了他呀。小姐，选秀的日子定下来了，宫里来人知会了，说是不日便。我知道了。小姐，您没事吧？没事。顾荣生，你从来就没有只爱过我一个人。选秀好。选秀的消息出来，谁家女儿不是躲着藏着？娘，你说样样这怎么办？谢灵那人稍有不顺心意，就要把人贬到骨寒之地。这样的人，哪家女儿嫁过去能有好日子？可如今婚约没了，按例样样就得去选秀，这事儿躲不过去。
漾漾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你怎么想的？兄长，不用担心。怎么能不担心？我心里有数。人呢？沈二小姐，他怎么知道我的身份？小姐恕罪，奴婢一时没留神。小姐可有迷路？可曾遇见什么人？没有。前世我受贴入宫，见到了那位暴虐的君上。陛下，带沈二小姐出去吧。难道前世我见到的暴君就是他？怎么是花园内人？坐。这些菜不合口味？合，只是我幼时喝过一次，念念不忘了好些年。这宫里他是怎么知道的？我等你喜欢，可是等了许久。他不对劲。你认识我？沈大理寺少卿之女，沈家二小姐沈未央，京城谁人不知？你叫我的名字？叫错了。你只管记住，你想要什么，从我这里都会有。他究竟知道多少？今封沈氏未央为后，6月初8大婚，钦此。恭喜沈家小姐，陛下隆恩，沈家好福气。漾漾，漾漾，这怎么能答应？谢灵那人旨意已下，没有不答应的余地。可她行刑荒唐，你嫁过去？父亲，我没事。朝中上下民间百姓，哪个不怕那位？你还绣上婚符了，你不怕吗？说不上怕。怎么能说不上怕？他那脾气，他行事虽暴虐，却从不借贷朝政。若非如此，国力也不会日渐强盛。你还替他说话？听你说，选秀那日他带你游园赏花，怎么瞧着像是早就心仪你似的？那上回给顾荣生赐婚，莫不是他抢人的手段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那位的性子哪里会为了个女子耍这种小手段？陛下已明了顾大人冤屈，事件重启调查，还请夫人放心。为了他，只当如此。漾漾，你在想什么？没什么。兄长，帮我备好嫁妆吧。小姐，顾大人求见。听下人说你在绣婚服，是，也是该到绣婚服的时候了。你来寻我何事？我知你成婚心切，只是你得先同我去国公府一趟。为何？你得向余音敬一杯妾室茶，成婚也需晚她一日，以示尊敬。你与我感情甚笃，老国公怕女儿受辱，才出此下策。茵茵很好相护的，不必担心。不过是婚前做样子，让老国公放心。
你若随我进城，自会派车马来迎你进门。你说什么？你要我妹妹向那余音镜妾室查？沈兄，你听我说清楚。来人，把他给我赶出去！滚！让你进来，简直污了我沈家的门楣。样样，你知道厉害，若你不愿，我也不会再纵着你。婚期如旧。回府，告诉厨房，样样入夏没胃口，记得备冰梅子开胃。我都忘了，现在和样样还未成婚。重火一时，余音当年宿州舍身救命，雪天以身取暖，亏欠终究要偿。陛下赐婚是天赐机缘，样样相伴多年，委屈做平妻，日后慢慢安抚便是两全。你可知，陛下要娶亲封后了？婚期与我们同日，定在6月初8。陛下看重国公府，特许你我与他同日成婚。是哪家的女子？你见了就知道了。你来做什么？来送聘礼。聘礼不是已经送过了？这是我母亲去世前留给我的，要我将来送给我的妻子。之前送来的聘礼是皇帝送的，今夜的聘礼是谢灵送的。谢灵，小姐，该洗漱了。咦，小姐，这是哪来的镯子？好漂亮的成色。一只小狗化作妖精叼给我的。啊？妖！你疯了吗？那不是你的妻子，那是陛下的皇后。不是，那是我的妻！错了，一切都错了。今日要与他成婚的不是他，是我。顾郎，你清醒一点，看看我，我才是你3媒6聘娶回家的妻子。前世一生，今日一笔勾销。皇后娘娘，请随奴婢来。进来了，这一次不一样了。你是第一次？但我学过，我学了很多，我不会比别人。看着我，洋洋，看着我，我再也受不了你看着别的什么了。谢灵，怎么了？你是属狗的吗？样样骂我也是好的。一拜天地。快去请大夫！顾郎，你怎么了？这景象惊人离孔啊！顾公爷，这婚礼总得继续，要不然按老规矩用公鸡代替行礼。
顾大人这是怎么了？好好一桩婚事，听说皇后仪仗今日路过，与这边喜队撞上了，也不知顾大人是不是为此伤心过度。顾老，你心里究竟装的是谁？礼成了？成了。怎么成的？公鸡替你拜的堂。京城的人有的说了。顾老，那仪仗过去的时候，你去追了。你知道那是皇后的仪仗，你还是去追了。我知道了。行了。做什么？头发压着脖子，你不难受吗？洋洋，合适吗？镯子有没有勒着？不勒。那就好。陛下，娘娘，早膳备好了，需要现在传膳吗？饿了吗？传吧。你怎么知道我爱吃这个？猜的。盯着我看做什么？好看，所以看。看我做什么？没什么。书不看了？看。看到哪里了？你作折还没批完。批累了。洋洋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叫你一声。就是这里。选秀那日，你在这里见到我的。你那时候是装睡。不是。那怎么我一走近，你就醒了？许是你脚步声太重。好看吗？好看。你跟来做什么？看你。糖少了，再加一点。是。你又不吃甜的。你吃甜的。甜了。再去做一盘，糖减半。还没看完。明天再看。谢灵。怎么了？今天的桂花糕好吃。洋洋，我等了你很久。顾青羽于氏，朕听闻大婚当日热闹非凡，一对才子佳人，天定良缘，可喜可贺。陛下天恩，臣感激涕零。皇后，你看这对佳偶可还顺眼？挺好的。起吧，朕赐宴，好生叙叙。顾老，看够了吗？
这宫宴怕是比我们的洞房还要难熬。清河负我，皇命难违，实属无奈。洋洋，是我有错，你便当我说的都是气话。我心里只有你，你难道不明白吗？就算不为我，你也要为玉儿、念儿想想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已与岁王联系，洋洋，你只需将药下在谢灵的饮食中，便可自由。洋洋，你自幼饱读诗书，该明白谢灵所作并非明君所为，他能给你的，我都能给你。是我有错，险些与你分离。你放心，你是我唯一的妻，永远如此。顾荣生，你把这药收好。你觉得我会用它？洋洋，你想清楚。我想得很清楚。陛下行事荒唐，君臣离心，百姓离德。岁王殿下登基，方是众望所归。只是时机已到，我手中有兵符，3日之内事可成。洋洋，你不愿动手，那便我来。昨夜宴散后，你去御花园待了多久？走了走，醒酒。一个人？一个人。以后醒酒叫上我。好。陛下，昨夜御花园，顾大人。知道了。娘娘，这是陛下命厨房特意送来的，说是桂花糕、糖碱拌。陛下今早专门去厨房交代过的，奴婢瞧着，陛下记性真好。谢灵，说好了吗？好了，娘娘。顾荣生昨夜在御花园截住了皇后娘娘，二人相谈约有1炷香时间，属下未曾靠近，未能听清说话内容。他给他什么了吗？未曾发现有物品交接。盯紧顾荣生，他近日动向，事无巨细都报上来。是，洋洋，你去见他是想说什么，还是他想对你说什么？洋洋，有什么话可以告诉我？什么话？任何话。我不会让任何人伤你。洋洋，你信我。我信你。那就好。娘娘，奴婢听宫里的人说，顾大人的夫人于氏前日递了牌子，想进宫拜见娘娘。递了牌子？是，说是想来向娘娘请安，叙一叙旧。让他来吧。是，娘娘。余音，你来又想做什么呢？臣妇于氏见过皇后娘娘。起吧，坐。娘娘气色很好，托陛下的福。娘娘，你我往日相识，余音有一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说吧。娘娘在宫中可还顺意？顺意。陛下待娘娘好吗？很好。他没来。他如何？气色很好。顾郎，你问他如何，却没有问我如何。罢了。洋洋，你觉得顾荣生此人如何？能臣。就这2个字。你想听什么？你与他青梅竹马10数年，我以为你能多说几个字。过去的事没什么好说的。真的没什么好说的。真的。好，洋洋，若有人想害我，你会告诉我吗？会。陛下，顾荣生近日频繁与岁王府来往，
每次皆是深夜从侧门进出，行迹隐秘。另外，顾荣生手中持有兵符1枚，来源不明，属下正在追查。继续盯着，动作不要惊扰他。是。这么晚，有事处理。洋洋，你近日睡得好吗？还好。最近可有什么烦心事？没有。有了就说。谢灵，你知道顾荣胜在做什么吗？他能做什么？他联络了岁王，手中有兵符，他想换一个皇帝。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他告诉我的，还给了我一瓶药，让我下在你的吃食里。你没有用。没有。洋洋，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任何东西，都会如愿。谢灵，我知道你也重生了。前世，我死后看到了你的一生，看到了你与我春夜奔逃出玄隐寺，看到了我从画舫上救你下来，与你沉入江中，也看到了你一步一步走到帝王的位置上，杀了画舫案的始作俑者。对不起，我想起来的太晚了。你知道了就好，洋洋，你知道了就好。3路人马同时入宫，令军已有内应，今夜一切顺利。顾青，此事成后，朕不会忘你之功。顾青，这么晚去哪里？压下去。陛下饶命！洋洋，是你告诉他的。清河负我，你为何要？顾青问错了人。那是我的妻，她是我的妻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她是大周皇后。洋洋，洋洋，你看着我，洋洋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娘娘，陛下，顾大人就在里头。洋洋，我知道错了，这一世我处处失手，可你与我青梅竹马10数年，我对你从来不是假的。你来见我，是不是还念着？我来不是为了你说的那些。那你来是为了什么？当年画舫失火，江边那个孩子，你无动于衷。那个孩子是谢灵。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前世死后，我看到了他的一生。当年江滩，我以为只要他不在，洋洋就只会看见我，以为我赢了。原来从那一刻起，我就已经输了。顾荣生，你这辈子不过是一场自我感动的大梦罢了。没事吧？没事。谋逆案审判将在明日早朝。遂王勾结外臣，谋逆弑君，念其受人蒙蔽，废去王爵，贬为庶人，圈禁别院，终生不得出。臣领旨，谢陛下隆恩。顾荣生挑唆宗室持符谋逆，意图弑君，削去所有官职爵位，贬为庶人，流放宿州，永世不得回京。你说过杀了他太便宜，让他活着去宿州，守着那座我们的日子，才是最长的法。压下去，择日发配。婴儿，你可怨爹爹？不怨，是我自己看错了人。爹爹，女儿此去，不知何时再见，您保重身体。你要去哪里？城外深山有一处古庵，女儿想去那里清静度日。我随身带的首饰衣物，留给府里的丫鬟们分了吧。小姐。这些你看看。我看。2圣临朝，你不看谁看？你那一叠还没批完。洋洋，怎么了？这天下以后我们一起治理。好。这本户部的，你先看。
金穗江南赋税比去年少了20%，户部说是水患所致，可赋上的数目对不上，有人在里头动了手脚。你说怎么办？彻查，但不必着急，让户部重新核算，再看是谁的手伸进去了。我本来想抓户部侍郎来问，不可，他认了，背后的人反而跑了。行，听你的。这些你批，我去处置兵部的事。兵部又出了什么事？几个武将吃了败仗，想蒙混过关。别动手，就说说。工部上报的河堤修缮一事，款项已批，但工期拖了3个月，是哪里出了问题？回娘娘，是材料采购一时周转不及。周转不及，还是有人在里头克扣？臣这就去彻查。不必彻查，工期延误3月，河堤若出事，沿岸百姓怎么办？限你们10日内完工，款项若有短缺，如实上报。臣领旨，谢娘娘恩典。陛下，刚才议事厅外，奴才听几位大人私下说，皇后娘娘处事稳妥，比他们预想的厉害许多。皇后今日在议事厅开口，工部户部的事儿全让她拿了主意，陛下竟一言未驳。后宫干政，此风不可长。我已拟好折子，明日早朝递上去，广选秀女充盈后宫，谁也挑不出错来。后宫热闹起来，她哪里还有心思管朝政？陛下，臣等有一事启奏。陛下登基已久，子嗣单薄，臣等联名恳请陛下广选秀女，充盈后宫。臣附议，皇室子嗣乃国本，还请陛下三思。陛下春秋鼎盛，正该开枝散叶，请以社稷为重。你们说皇室子嗣单薄，正是，还请皇后已在后宫，何来空虚一说？可皇后娘娘一人，后宫必朕此生只有皇后一人。还有人要说什么吗？退朝。娘娘，奴婢听说今日早朝有人请陛下选秀，陛下当场回绝了，还说此生只有娘娘一人。娘娘，您不高兴吗？高兴什么？陛下那话满朝都听见了，陛下待娘娘真的不一样。那些老臣以后还会再上奏的。再上奏就再驳回去，有什么难的？娘娘，你怎么了？无事，只是一时头晕。娘娘，您今日批了一整日的折子，用膳也只用了半碗粥。奴婢去请太医来瞧瞧吧。怎么了？娘娘方才头晕，奴婢想请太医。去传太医。哪里不舒服？就是头晕，没什么大事。太医来了再说。太医传来了吗？回陛下，太医院几位太医在殿外候着，另外陛下找的城中名医也已进宫。让他们都进来。不过是腰间旧伤，歇2日便好。说什么毛病？娘娘体内有陈年积损，当是早年重寒所致，天气转凉，旧疾便会发作，需长期调养。方子拟好，今日就用。膳食起居一边列出来。是。喝了。苦。殿下，前世你受的苦，今生我定全部弥补，不会再让你有半分。前世的事已经过去了，过去了也要补回来。陛下，漾漾她听说身体不适，臣特来探望。漾漾，你这病根是从前落下的。太医说调养便好，不碍事的。喝了。你去忙吧，兄长来了。喝完再说。别说太久，让他歇着。我从前总担心你在宫里受委屈，兄长，看陛下待你这般，我倒也不用担心了。你安心在宫里过日子，沈家那边我会看顾好，朝堂的事我们不插手，老老实实的。兄长安好，我便放心。以前是我看人走了眼，过去的事不必再提。沈大人今日入宫，顺便在宫里用了膳再走。沈家安分守礼是朝中难得，往后有什么事，沈大人只管说。臣谢陛下。遂王府虽已圈禁，但府中几个幕僚判决之前便悄悄出了京，至今下落不明。顾荣生那边呢？流放途中有人接应，已查出暗中传递消息的人。继续盯着，有任何动静立刻上报。陛下，暗卫已查明，遂王与顾荣生遗留叛党，分散藏出众矢之据，名册在此。全城搜捕，一个不留。是。首恶一律斩立决，
家眷流放，不必留情。陛下，臣妾有一言：首恶者罪无可赦，当严惩。但这几人不过是受人蒙蔽，并无实质谋逆之举。若一旦论出，难免寒了旁人之心。你的意思是从犯从轻？区分主从，宽严并济。陛下铁腕震慑，臣妾从旁安抚，如此方能让人心服。重新核查，主犯从犯分开列陵，再报上来。娘娘仁厚，臣感激涕零。今日那番话是早想好的。乱世用重刑，但太平时节留一分余地，比杀100人更管用。说得对。洋洋，等你身子再好些，我想带你去江南走走，看看民间是什么样子。好。两位是外地来的？是，头一回来江南。老人家，今年收成可好？还凑合，就是赋税重，交完了剩的不多。今年水利如何？还行，就是去朔有段河堤没修好，淹了些田。朝廷的修缮款项可有下放到地方？听说是下了，但到咱们这儿不知道打哪儿少了一截。记下。今日走了一整日，脚不酸吗？你才问我，洋洋，你有没有发现我今日一次都没有发火？唯有在你身边，我才愿意放下锋芒。换了旁人，我早发作了。你本就不必那般，在你面前不必。陛下，属下今日在街市打听，听当地老人提起，当年画舫拐卖案有几名主谋当年趁乱出逃，至今下落不明，案子未曾彻底了结。查清楚人在哪里。是。当年画舫案，你二人是最后的漏网之人，还有没有同伙？捕快核对供词。回大人，供词与此前各处收集所得吻合，此二人确属最后余党，依律处置。当年那条江，我在水里不知道沉了多久，以为自己要留在那里。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把你带出来，水太急了。你抱我跳下去的时候，我以为是做梦。不是梦。我知道，所以后来我一直记得你，哪怕你忘了我，我一直都记得。那些孩子当年没能全救出来的，今日最后几个凶徒伏法，算是告慰了。多年心结，今日解开了，也给你一个交代。陛下，江南案卷已全部封存，明日可启程回京。知道了，退下吧。还有什么事吗？京中传来消息，国师大人想见见皇后娘娘。见我？陛下，娘娘，请恕国师冒昧直言。国事严重，直说无妨。依天命星象，查你二人气运与面相，得一重要结论。请国师明示。娘娘，乃陛下续命之人。往后岁月，我定会走在你之后，绝不留你一人孤单。陛下所言，样样铭记于心。臣告退，望陛下娘娘柔和相伴，福泽重长。娘娘，喝些药滋补身体。近日日渐疲惫，需多加休息，莫要勉强。无碍，只是些微不适。有我在。你身体如何？需不需要叫太医？不用，只是有些累了。娘娘该喝药了。样样，你是我的命，不容有失。恭喜陛下，恭喜皇后娘娘，娘娘有喜了。确定脉象稳健，喜脉无疑，约莫2月有余。样样，我们有孩子了。皇后有孕，举国同贺，着各部官员入宫道喜，天下同庆。恭贺陛下，恭贺皇后娘娘。娘娘，这是御膳房特地备的安胎羹，请娘娘用。温度合适吗？回陛下，已试过温度，不烫。你今日不去批折子？折子让人送过来批。没这个规矩。我说有就有。今日山下来了个香客，说起外头的事，说宫里皇后有了身孕，还说顾家那位犯官流放途中疯了。施主可还有心结未解？只是听见了，心里总还是会动一下。施主今日起得早，睡不着，起来动动。师太，我以前总以为只要守得够久，总能等到的。如今呢？如今明白了，守着一个从来不曾看见你的人，不叫情深，叫自欺。样样，你说咱们的孩子以后会像谁？但愿不像你，天不怕地不怕的。像我哪里不好？
太医说你孕期要多吃些甜的，我让小厨房备了材料，自己做的。你做的？怎么了？甜了。我让你少放糖。陛下放的时候，奴婢没拦住。还行，能吃。多吃2块。我走得了路，不必这样。万一地上有石子，工人每日清扫，哪来的石子？前世这时候我一个人守在京城，你在宿州，那时候总觉得日子是凑合过的。现在呢？现在不一样了。陛下，皇后临朝参政，以为礼制。若再议禅位之事，实乃动摇社稷根本，万万不可啊！还请陛下三思。朕问你们，皇后临朝以来，可曾误过一件政务？整顿吏治，减赋税，宿州赈灾江南查案，哪一件不是皇后亲力亲为？礼制不可废呀，陛下！朕有意让皇后执掌江山。陛下，万万不可！陛下，春秋鼎盛何出此言？皇后乃女子之身，后世史书如何记载？你们总盼着血统纯正千秋万代，皇后生的孩子，血统有什么可疑的？难道朕的孩子比不上你们心里那些弯弯绕绕？你今日一句话都没说。你说的够了。你心里怎么想的？我不在意那个位子，但你说的那些话，我听见了。启禀陛下、娘娘，今年北境旱情较重，粮食减产，地方官员请旨开仓赈济。开仓赈济准了，同时免去当地秋税，由户部调一批粮种来年补种，不得耽误农时。娘娘英明，臣领命。启禀陛下、娘娘，江南一道有数名地方官员贪墨赈灾款项，证据确凿，不知如何处置。抄家，斩立决，家眷流放。贪墨款项悉数追回，原路播放至灾区，不得截留。陛下、娘娘，老臣有一言，或许越吕，还请见谅。说。老臣从前固守礼柱，以为女子不可参政，怎知娘娘临朝以来，老臣看在眼里，整领制，开女学，今日又亲理旱情，江南贪墨，老臣惭愧，是老臣目光短浅了。太傅言重了，朝堂之上，能直言者才是忠臣。太傅都服了，往后谁还敢多嘴？娘娘，您方才说腹痛，奴婢已命人去传太医了。不必慌，许是走动多了。太医没来之前，别说没事。娘娘，你有难产之兆，需立刻准备。怎么样？娘娘生产不顺，正在尽力调整，还需一段时辰。大人呢？娘娘体内有旧疾积损，生产耗力甚大，臣等全力施救，她不能有事。出了什么事？娘娘体力不支，臣妇正在想法子，还请陛下稍后。不管用什么法子，人必须平安。洋洋，你撑着。恭喜陛下，皇后娘娘平安，诞下一位公主，母女平安。我说没事的。下次不许这么凶险。抱啊！陛下，您已经看了1个时辰了，折子还没批呢。放着。陛下，娘娘说今日有2本急折，样样看。急折你让我看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陪念安。他在睡觉。睡觉也要陪。醒了，饿不饿？样样，他朝我笑了。他对谁都笑。他不懂，对不对？你看。念安说你不懂，你也抱抱。方才急折是我批的，辛苦了。知道就好。吃醋了？没有。谢灵，我以前总在想，前世那些年值不值得，现在想通了，值得，因为那些弯路才走到了这里。以后不用再走弯路了。娘娘，风大了些，要不要回殿里再坐一会儿？顾荣生，当年你抛弃我，如今有没有想过是这么个下场？娘娘，您在想什么？在想有些人有些事，这辈子不会有了。娘娘是在伤心吗？不是，是放下了。
在这里坐多久了？一会儿。想事情？前世的事。前世那些我都想明白了。今生这样就够了。陛下，边关急报，异族大举入侵，边境数城告急，守将请求朝廷速速发兵支援。伤亡如何？急报上说，已有2座城池失守，守将正在死守第3道防线，粮草告急。明日早朝议兵事。陛下，边境异族连破3城，守将伤亡惨重，请朝廷速派援军，否则防线难以。朕御驾亲征，陛下万金之躯，怎可轻负险地？边境将士浴血，朕坐在宫里等捷报，说不过去。此事已定，不必在意。漾阳，我走之后，京城的事交给你。我知道。朝中有几个老臣，你拿捏得住，遇事不必顾虑。你在外头也不许冲动。我去打仗，不冲动怎么赢？你知道我说的不是那个。我会回来的。必须回来。等我。去吧。启禀娘娘，边关粮草告急，此番调度事关重大，是否等陛下传回旨意再行定夺？前线等粮草，等不了京城等旨意。户部即刻调拨2批军粮，走水路加急押送，3日内出发，不得延误。娘娘，2批军粮数目庞大，国库现有余额，我已核过，拨得出。若有短缺，从金穗宫中用度里先行抵补，此事我来担着。臣领命。娘娘，出征将士家属聚集京城，其中有几家因粮食短缺已生事端，若此行驱散，恐营寒了城中秩序。不必驱散，从善堂调拨存粮，按口数分发至将士家属。娘娘考虑周全。另由京兆府告知各家，有困难可登记，朝廷统一安置。娘娘，您从早晨到现在只用了半碗粥，要不让小厨房备些吃的，等批完这几本再说。娘娘，如今朝中大小事都压在您一人身上，您也要保重身体。陛下若知道，陛下在外头打仗，我在这里撑着，这才叫彼此信任。是。娘娘，边关传来急报，大军大捷，异族败退，陛下已率军追击，大军即将班师回朝。陛下出征，娘娘独掌朝政，粮草调度，城防整路，安抚家属，无一出错。今日大捷，娘娘居功甚伟。大捷是将士浴血换来的，不是我一人的功劳。传令下去，迎接大军回朝，一切从优安置。是娘娘。娘娘，大军的旗帜已经强健了。我回来了。京城这边辛苦你了。没什么辛苦的，该做的事。我在外头收到你的信，每封都看了不止一遍。朕有意禅位，将帝位传于皇后。陛下正值壮年，怎可轻言禅位？此举前所未有，礼制难容。礼制是人定的，人也可以改。皇后乃女子之身，君临天下，史书如何记载？后世如何评说？你们要史书，还是要一个能让百姓过好日子的皇帝？皇后临朝以来，废选秀整理制，宿州赈灾江南查案，朕亲征时独掌朝政，粮草调度，城防整肃，无一出错。你们谁能做得比他更好？站出来！朕即刻收回这道旨意。老臣复议，皇后娘娘之才，朝野有目共睹。陛下此举非破礼制，是开先河。老臣支持。你今日那番话是早就想好的？想了很久了。我不在意那个位子。我知道，但你值得。而且岁王都能当皇帝，顾荣生都能权倾朝野，我的样样凭什么不行？你就会拿这2个人舒适。说的有道理就行。皇帝谢灵，禅位于皇后沈未阳，则即日举行登基大典，昭告天下，钦此。恭贺娘娘。改元新，凤仪元年，女帝登基，大赦天下，百官叩首敬天，再叩首敬地，3叩首敬社稷。朕即日起推行轻徭薄赋，体恤百姓，严惩贪官，施行恩政。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漾阳，顾荣生整日不见消息，苏州可有新报？
报，顾荣生已悄然去世，遗体安葬于宿州郊外。一切尘埃落定，从此天下方能安宁。陛下，娘娘，苏州信使入京，说有要事禀报。让他进来。禀太上皇，禀皇上，顾荣深于宿州流放治久病，已于数日前离世。临终时可有什么异状？据当地官差汇报，顾荣生临终时手中紧握着一方旧帕，已辨不清颜色，保存了许多年的旧物。知道了，按数明针就例完，不必另行处置。是，臣这便回报。还好吗？没什么不好，两世的事到今日算是彻底捋了了。他走了，那方帕子也跟着他走了，什么都干净了，不难过，真的，只是觉得2辈子太长了。以后的日子我陪着你过，不长不短，刚刚好。余音那边有多久没有消息了？自他入古安，便再未有人去探过。派人去看看吧，不必打扰，看看他过得如何。你去安排，遣一名稳妥的人悄悄去深山古安探一探余音的近况，回来禀报。是陛下。公主，你慢点，慢点。跑了。跑得比你快。哼，爹爹去把他抓回来。谢灵，他让我去追。蝴蝶追不到的，你不告诉他吗？爹爹能追到。听见了吗？蝴蝶回家了，明天还会来。明天爹爹帮你一起抓，我们不告诉娘亲，偷偷的。拉钩。爹爹好不好看？好看。这个字写歪了，重写。爹爹说好看的。爹爹说好看不算，要重写一个正的，不许插嘴。我说的是墨磨的好看。照这个再写一遍。你对他太严了。你对他太松了。前世这时候我一个人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今生这样很好。以后每一年都这样。谢灵，你说前世那5年，我是不是傻透了？怎么说？明明一直有哪里不对，却总说服自己，说他还是好的，说忍一忍就算了，一忍就是50年。那时候我也看着，什么都帮不了你，所以才更要珍惜这辈子。手握江山，爱人在侧，膝下有女，你说这辈子亏不亏？不亏。前世你替我跳了那条河，今生我替你守着这片山河，算是还清了。什么还清了？欠着呢。那就下辈子再还。陛下，皇后，国师再度上殿，有卜算奉告。2人情缘跨越时空轮回，宿命难解。前世纠缠今相守，来世必然再逢。样样，来世我一定先找到你，不再让你受苦。一世相守，足矣。未来路长，有你陪我，是最大的福分。今颁诏令，自即日起废除历代后宫妃嫔制度，帝后之位一主一从。陛下，此令一出，恐动摇祖制，后世子嗣。后世子嗣之事，朕自有安排，此非你所虑之事。娘娘，此诏一出，民间议论恐难平息。民间议论什么？朕知道，民间有多少女子一辈子困在后宅，无路可走，是迟早的事。老臣附议，陛下今日此令是利在千秋之举，老臣支持。臣等领命。朕还有一道新政，今日一并昭告天下。即日起，天下女子皆可入书院求学，年满16学识出众者，准许参加科举考试，中选者受女官之职，同朝臣吏一体当差，旱劳论功，不限门第，不拘性别。钦此。陛下三思，科求取士历来为男子专属，女子入考场登从古未有，恐乱纲常礼法。何谓纲常？能辨是非，能理明事，能安百姓，便是良才。天下半女子困于深宅，空有学识无处施展，难道只因性别表埋没一生？前朝旧例不合时宜，今日便由朕改了。陛下所言即是国策，有异议者可拿出10句辩驳，单谈礼法不必提。陛下此举开千古先河，广纳贤才，实为大周之幸，臣鼎力支持。新政自下月起，各州求士的女子皆可凭己之力挣一份前程。退朝。原来我们也能读书赶考做官了，从前只能在家操持家事，如今总算有别的路可走了。往后书院广收女弟子，愿读书的姑娘尽管前来。西域诸国使臣携贡品朝拜，大周女帝英明神武，臣代国主愿永结友好。大周与各国以和为贵，朕不害战，大周以礼相待。说得好。如今女学遍地，首批女考生入场应试，不少寒门女子脱颖而出，也添了新气。路是一步步走的，能让他们自主选择人生，便足够了。10年，10年，你知道吗？前世我看着你，总觉得你不该是那样，你这人就该站在高处看着这一切。你这话是在夸我，还是在说你自己眼光好？两个都有。
你们说，咱们这位女帝登基10年，哪一年不是风调雨顺，日子是越过越好了？可不是，我听我她那时候年年要多交税，哪有今日这般日子？而且你们听说没？女帝和那位感情那叫一个好，颁了诏令，此生只奔一人，2个人携手治天下。这样的故事，怕是几百年都难再有。回陛下，谢后脉象平稳有力，旧年腿技已大好。听见了，身体好得很。太医每年都这样说，你每年都这样得意，值得得意。你当年担心我活不长，现在还担心吗？现在不担心了。念安的事你想好了吗？她自己有主意。那是我女儿，我就是想多看她2年。嫁出去了还是你女儿。选婿的事要怎么挑？念安满意，人品端正，其余不多管。行，你说了算。在想念安的事儿。她小时候我抱着她，觉得她一辈子都是我的小孩。一长大了是好事。洋洋，你说我们这辈子是不是什么都有了？差不多了。那就这样，一年一年的过，哪儿都不去。启禀陛下，娘娘，公主婚事候选名单已拟好，皆是京中名门。名门家世不是最要紧的。陛下的意思是，公主的婚事看品性心，一样可以入选。公主金枝玉叶，若嫁寻常人，公主嫁的是人，不是门第。娘，你和爹当年是怎么认定对方的？他记得我所有的事，我还没开口，他就知道我要什么。那如果有人也是这样呢？你心里有数就好。刚才说什么呢？没说什么。洋洋，他说什么了？女儿家的话你别问。这是我女儿，也是我女儿。在想什么？在想念安如果嫁出去了，那这宫里就只剩我们2个了。你女儿又不住得远，想见随时见。洋洋，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咱们第一次见就在御花园那株海棠树下？记得，我一走近你就睁眼了。等了你那么多年，当然要第一时间睁眼。洋洋，你还记得玄隐寺吗？记得。住手！洋洋，那是我这辈子说的第一句话。我知道，前世那些遗憾，今生都补回来了。不止补回来，还多出来很多。宿州和古安那边派人去看看。顾荣生已经不在了，还去？他的身后事我想知道，余音那边也看看。前2拨人，一去宿州，一去古安，查清楚回报。是，都过去了。所以才想知道。陛下娘娘派去宿州和古安的人回来了，让他进来。顾荣生葬于宿州城外，荒草出人祭扫。余音师太数年前圆寂，葬于安后，香火相伴。知道了，余音那边送香烛过去，顾荣生那边不必管了。还好吗？没什么不好，真的。 2辈子的事到今日彻底了了，他走了，他也走了，各自安息，挺好的。谢灵，过去的事真的都过去了。往后只有眼前的事。洋洋，我有一句话想说了很久了。说。这辈子、下辈子、再下辈子，我都只要你。无论在哪里，无论是什么，我都会先找到你。我也是。洋洋，你还记得国师说的话吗？缘定轮回，生生世世。我信这个。我也信。这一世、下一世、再下一世，我永远偏疼你一人，不离不弃不变。我也是。谢灵，我想把帝位传给念安，他比我还稳，这天下该是他的了，我们也该歇一歇了。歇了之后做什么？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想看什么就看什么。江南、宿州、玄隐寺，都去。好，都听你的。金班旨意，朕年岁渐长，念公主念安品行端方，才智兼备，可堪大任。今传帝位于念安，则即日行登基大典。你是要君临天下的人，跪着做什么？娘，满意了？满意了。舍不得？不舍得。那走吧。住了这么多年，总是有些感情的。那就记着，带走。以后不用批折子了。不用了。想去哪里？玄隐寺、江南，剩下的走到哪儿算哪儿。好，都听你的。归隐之地，你可有想法？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，有海棠，有桂花，有你。特意找了有海棠的地方，满意了吧？满意。今日想做什么？去湖边走走。好，饭后去。老爷夫人，早膳备好了。听见了？老爷。我是说，咱们终于是寻常人家了。多久了？1个时辰。一条都没上钩。鱼还没到。放了。太小了，放它长大。你今日就是来放鱼的？钓鱼是假，陪你坐着是真。洋洋，你有没有觉得日子过得太快了？
怎么了？在宫里那些年，一眨眼就过去了，如今什么都没做，却觉得什么都有了。因为心里不慌了，你的功劳也不少。是你的功劳。你看，头发又白了几根。你也是，白了也好看。谢灵，你先去，我随后就来。洋洋，